轰炸机是人类空战史上一颗闪耀的明星，在一战和二战期间大放光彩。轰炸机作为空中火力点，能够实现很多特定的战术目标，是名副其实的攻坚利器。一战期间，轰炸地面目标是崭露头角的战斗机一项主要的任务。早期的飞机多数采用水平投弹的方式，后来飞行员们发现，俯冲投弹可以使炸弹的下落速度更快，落点更精准。1918年3月14日，英国的亨利·布朗少尉驾驶一架经过改进的 SE-5A 战斗机，用俯冲投弹的方式，将一颗炸弹准确地送给了一艘在河上航行的德国驳船，完成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俯冲投弹。而俯冲轰炸也成为了二战时期各国空军所使用的主要的轰炸方式之一。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回到二战的战场上，看看曾经大放异彩、独领风骚的德国图斯卡俯冲轰炸机。俯冲轰炸是指轰炸机在攻击敌方目标时，会以与地面超过45度的方式高速向目标俯冲，多数情况指的是近乎垂直状，在距目标很近的距离上拉起飞机，同时投弹。这种投弹方式的命中精度较水平轰炸提高了许多倍，而且无需安装复杂的瞄准系统或雷达。在飞控计算机和火控雷达出现之前，俯冲轰炸是一种重要的精准轰炸模式。说起二战时的德国，就不得不提到最著名的闪电战战术。这种战术就是用大量的坦克、装甲运兵车、武装摩托车组成的尖刀，撕开敌方薄弱处的防线，利用这些机械化单位在战场上极高的机动速度，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领或摧毁敌方首都以及各大城市等要害地点，或者从侧后方包围敌方军队，从而击败敌军的战术。但这种战术实施起来需要强有力的空军支援，来摧毁地面坚固的碉堡、反坦克阵地等阻碍。显然，那些飞得慢吞吞、炸弹命中率完全听天由命的水平轰炸机并不适合闪电战，所以德国开始思考如何研发一种能够快速精准命中目标的轰炸机。这种新飞机被称为图斯卡。1934年夏，荣克斯公司得到了德意志帝国航空部的许可，开始制作3架原型机。经过试验试飞改进，在俯冲轰炸机几近白热化的竞争大赛中，荣克斯公司打败了其他的对手，赢得了这场竞赛。不过，接下来荣克斯公司的举动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明明已经得到大批量生产飞机的订单，但荣克斯公司仍旧冒着项目延期违约的风险，将实验中发现的问题逐个改进，并将最后一架原型机 GU-87V4 送至德国航空部进行检测。荣克斯公司极其负责且务实的态度，以及 V4 原型机优异的性能，使得这家公司得到了所有人的敬意。GU-87斯图卡俯冲式轰炸机机体结构是一种单引擎全金属单翼机，机翼由一个横向主翼和2个尾翼组成，机翼内段向下，外段向上翘，创造了类似海鸥翅膀的前缘，使飞行员拥有更好的向下视野。垂直尾翼呈一个巨大的梯形，这种设计可以增加飞机的稳定性。飞机配备前2后1的固定式起落架，轮子不能收到机身内。它的主翼非常结实，能够承受400千米每小时的速度下迅速拉起而导致的过载。不过，巨大的机翼和坚固的机身，再加上不能回收的起落架，使这架飞机有着巨大的结构重量和阻力，所以它的速度并不快，最高水平飞行速度只有290千米每小时。机身材料主要是合金金属与硬铝蒙皮，机翼坚固结构区域是由合金所组成，需要承受俯冲强大的应力零件和螺栓是钢铁铸造。另外，机身上配备了机工维修组员的快速检测舱口盖，在任何情况下可以快速更换铸造的标准零件。机身很多零件设计要求可以互相更换进行维修。斯图卡配备了一台水冷式微型直列发动机，2组内置发动机支柱包裹在机身保护性结构内。机身前置骨架结构是三角形的，主骨架被螺栓固定在发动机上，飞机骨架由万向接头连着防火墙，发动机舱包围的防火墙是网状石棉网制成，发动舱外侧包裹防护薄板。驾驶舱前方利用机翼防火墙与发动机舱隔离，驾驶舱后方舱壁也是由帆布覆盖，目的是让组员在紧急状况下能够破坏舱壁快速逃脱。飞行座舱罩是由独立2块耐热的树脂玻璃和一组钢制框架构成，2位机组成员可以使用单独的滑舱盖快速的逃脱飞机。斯图卡轰炸机的精确投弹性能让它成为战场上飞行的大炮，
高速俯冲最大时速可以达到600千米，低空飞行的情况下，飞行载重量为4300千克，最大速度时速340千米。俯冲攻击速度利用机翼下方减速板来控制，这让斯图卡用稳定的大角度俯冲速度精准投弹攻击目标。斯图卡凭借着俯冲投弹的准确性、近距离火力支援，得到了前线德军官兵的青睐。投弹误差半径通常不会超过25米范围。作为专业的俯冲轰炸机，斯图卡有一些特殊的设备，首先就是它特殊的机腹挂架。考虑到这架飞机有可能会出现垂直向地面投弹的情况，斯图卡安装了一个额外的架子，可以把炸弹甩出去，从而避免炸弹撞到前面的螺旋桨。同时，由于投弹后拉起的过程中，飞行员容易因为巨大的向下过载而头晕甚至昏迷。斯图卡还配备了一套自动投弹系统，飞行员在俯冲时只需要按下一个投弹按钮，轰炸机就会在合适的高度将炸弹投下，然后自动将飞机转入平飞，不需要飞行员再做任何额外的操作。斯图卡地形轰炸机在大力增加飞机装甲的同时，还采用新式的1400马力的油墨 211J 型引擎，从而将飞机的时速提高到了410千米每小时。这在二战早期基本上已经接近战斗机的速度，因此斯图卡在二战早期可以尽可能的避开盟军战斗机的拦截。同时，优化结构以后的斯图卡式轰炸机航程扩大到1200千米，载弹量也增加到1800公斤。这个水平在那个时代已经相当于某些双发的轻型轰炸机。通常情况下，斯图卡轰炸机会携带2枚500公斤的炸弹，或者1枚1吨重型炸弹和2枚100公斤的小型炸弹。同时，早期的斯图卡式轰炸机还专门装备有笑声器，在其打开减速板开始对地俯冲时，笑声器会发出撕心裂肺的尖笑声，而地面抵抗的敌军士兵没有见过这种阵势，往往被吓得丢盔弃甲，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增大了作战效果。也正因为如此，盟军和苏军的士兵都不约而同地称作斯图卡为呼啸死神。在波兰战争期间，德军牢牢地掌握着制空权，由于波兰的飞机在第一场战斗中就几乎被消灭殆尽，因此斯图卡可以肆无忌惮地向地面倾泻炸弹。他们总计出动了6000余次，却只有31架被击落。1939年9月28日，抵抗仅仅不到1个月，波兰就投降了。这场由坦克和飞机主导的战争彻底改变了世界各国对于战争的认识。苏德战争期间，斯图卡更是在开战时创造了将苏联空军的1800架飞机中的1400架炸毁的惊人战绩。战争中期，为了更好地对付苏联越来越优秀的坦克，不少斯图卡改为挂载2门37毫米口径的机炮，这些炮弹可以轻松打穿坦克顶部和侧后方的装甲。斯图卡的王牌飞行员汉斯·鲁德尔曾驾驶斯图卡创造过击毁500辆坦克、1000辆各种车辆的战绩，甚至斯大林都亲自发告示悬赏他的人头。在二战历史中，从来没有像 GU-87 斯图卡这样看似脆弱的简陋战机，机体却结实耐用、简单且坚固，伴随着恐怖呼啸声，制造出如此巨大的伤害和恐惧。德军在整个战争期间总共生产了超过6000架斯图卡俯冲式轰炸机。1944年以后，随着各种防空火炮以及地对空导弹的出现，俯冲式轰炸战术已经走向了没落。因为对着敌人严密防守的阵地进行俯冲，在当时已经和自杀无异，所以在二战最后的时间里，德国人研制出了可以进行精确对地对海打击的弗里茨 X 制导炸弹，并用其成功击沉了意大利罗马号战列舰。由此，整个世界航空界开始迈入了精确制导的时代。而曾经显赫一时的俯冲式轰炸机和俯冲轰炸技术也最终慢慢淡出了历史舞台。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请持续关注我们，既可以收看最新视频，又能浏览往期的精彩。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下期再见。